看到的是一个大湖，我那时候都惊呆了。他们都很喜欢往你的脸上飞啊，或者往你的背上聚集，超级无敌恶心的。影片开始前，有需要的人请记得开启 CC 字幕，并且订阅和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更多的极简与澳洲生活资讯哦。嗨，大家好，我是贝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在2011年用打工度假的签证来到澳洲的，所以不管是澳洲的东部、西部还有北部我都有住过。今天我就会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这些别人根本不会告诉你的居住讯息。所以不管你是正在办理澳大利亚的移民，或者说你打算来澳洲留学，还是想要来 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那我相信今天的讯息都会对你很有帮助哦。澳洲总共有6个州，还有2个领地。今天我会以以下的4点来告诉你如何去选择一个适合你居住的城市，然后影片的最后我也会告诉你有哪2个地方是我绝对不会想要去住的。下方资讯栏都会有各个点明确的时间，所以你也可以挑你想要的去看哦。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气候。澳大利亚的各地气候差异很大，北部各州呢通常是天气温暖炎热，然后南部各州呢就通常是凉爽或寒冷，所以北部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会热到你不想要出门，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凉爽舒适。南部就刚好相反，因为南部纬度的关系，大部分的时候气候都很凉爽宜人，可是到了冬天就会冷到不行，就比如说像 Melbourne 啊、塔斯马尼亚这2个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如果你是特别怕冷或者怕热的人，我会建议你挑居中的位置的城市去居住，比如说像博斯啊、布里斯本这2个都会是不错的选择哦。我记得我以前住在西北镇的小镇 Karratha 的时候，那时候天气真的是热到不行，你夏天的衣服啊洗好拿出去晒，不到半个小时它就干了。如果你洗好澡走出户外，你也会马上的流汗，然后身体又变得湿湿黏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很不喜欢出门，都喜欢关在家里面吹冷气。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不能吹冷气的人，或者说你特别的不喜欢晒太阳，那澳洲的北部我都会觉得你都不要去住比较好哦。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跟天气没有关系，但是跟人口密度应该稍微有关系的，就是夏天的苍蝇。我以前住在西澳的，不论是南部或北部的时候，到了夏天都会有超级多的苍蝇，他们都很喜欢往你的脸上飞啊，或者往你的背上聚集，超级无敌恶心的。如果你不喜欢苍蝇，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喜欢吧。或者说你不想要一直戴着防蝇帽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挑人口多一点的城市居住。第2点，学习和移民。澳洲全国一共有42所大学，分别位于6个州还有2个领地的不同城市内。在2020年泰晤士澳洲大学的排名中，前5大全部都是位于澳洲的东部，分别在于坎培拉、雪梨、墨尔本还有布里斯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留学生会选择居住在东岸一带。如果你有打算来澳洲留学的话，我会建议你以未来有没有打算要移民来作为你选择居住地的考虑条件之一哦。因为澳洲的政府呢，它希望移民人口可以往偏远地区移动，进而促进偏远地区的发展。针对在偏远地区求学的学生们，他们特别给予了在毕业以后可以在移民分数上加分的优惠条件。在2019年的11月16日，澳洲移民局也对偏远地区重新进行了划分，他们把 Sydney、Melbourne、Brisbane 3大城市以外的地方都划分成了偏远地区。在现在这个移民分数非常高的年代，有这一种可以另外加分的条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好好把握的。至于如果你是打算要技术移民、工作移民或者商业移民的人，我也会建议你先询问过你的仲介，看是否要选择偏远地区居住，可以为你的移民申请添加优势哦。
第三，人口密集度。在澳洲啊，城市差异化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来的时候是住在西澳乡下一个叫做 Pemberton 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到他们镇上的公共游泳池，看到的是一个大湖，然后上面还有鸭子在游泳。我那时候都惊呆了。我那个时候心想说，天哪，澳洲这个地方也未免太偏僻还有落后了吧？怎么会公共游泳池是一个湖呢？可是几年以后，我到了雪梨，才发现说，其实澳洲还是蛮都市化的，只是城乡差距的差异太大了而已。在大城市啊，比如说悉尼或者 Melbourne， 他们的工作机会或发展机会一定会比小城市多。像我之前认识一个 backpacker， 他在 Brisbane 这里找不到工作，可是他去悉尼的第一天就找到工作了哦。另外以餐饮业来说， Melbourne 的租金也会比 Brisbane 的低廉一点，毕竟他们的大楼盖的比较多，商业也比较竞争。如果你打算要自己做一个小生意开餐厅的话，我觉得以大城市来讲还是会比较好的。以便利性来说，大城市也可以比较容易吃到亚洲菜或者家乡味，然后价位也会相对的低廉很多哦。时间又回到我以前住在西澳的 Pemberton 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亚洲餐要20几块，可是同样一个亚洲餐在悉尼可能就只要8块10块。还有那个时候如果我想要吃泡菜的话，都要请人从10几20几个小时以外的博斯带过来，所以除了泡菜的成本以外，我还要给人家代购的运费。可是现在搬到东澳以后就没有这种困扰了，如果我们泡菜吃完了，直接下楼买就可以。不但东西新鲜，价格便宜，而且还不需要囤货，是不是方便很多呢？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跟我一样非常的喜欢吃大肠面线还有台湾小吃的话，我目前觉得 Brisbane 是可以吃到最道地的哦。这个论点是经过我住在 Melbourne 的亲朋好友，还有我本身到 Melbourne 还有 Sydney 旅行之后的结论。另外我要给大家看一个我昨天买的甜甜圈，这也是住在东澳才会有的好处哦。大家看，这种东西在乡下是根本吃不到的哦，超好吃。第四个，房价。以前澳洲矿业发达的时候，矿业小镇的房价曾经跟大城市不相上下，小小一个房子也都要高达100万以上的澳币。不过随着现在矿业变得比较萧条，现在澳洲的房价几乎也都跟城市的大小成正比了。整个澳大利亚来说，墨尔本跟悉尼的房价还是最高的，他们两个都在2017年的时候达到了巅峰，然后现在有慢慢下缓的趋势。我还记得以前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一个住在墨尔本的律师，他说即使他的年薪那么的高，他也不妄想可以在墨尔本买一栋房子。不管你来澳洲是要买房或者租房，我都会推荐你上 realestate.com.au， 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房源、历史房价，还有附近的成交行情哦。另外讲到买房子，这里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以前有很多父母会在他们的孩子来澳洲求学的时候，在这里替他们买房子。毕业了，如果没有想要留在这边，再把房子卖掉，在那个时候，就算赚了钱，他们也可以享有自用资产免增值税的优惠。只是从2017年5月9日开始，澳洲的国税局已经对非税务居民取消了这个优惠了。所以如果你是孩子要来这里读书，想要买房子给他们住的话，我会建议你在买房之前，最好先问一下你的律师或者你的会计师，再进行买房，免得之后房子卖掉了要缴一大笔的增值税。如果你是想要来这里念书、租房，可是却又没有很多生活预算的话，但是又不想要跟别人共享一个房间，想要有自己可以独处的房间，我会觉得选择像布里斯班啊，或者市区周遭的环境居住，这样生活品质会比较高一点。以我自己为例好了，我以前本来是想要转学去悉尼的，可是因为我妹妹没有想要搬到悉尼跟我一起住，然后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负担在悉尼的房租，但是我也不想要跟人家一起 share 一个房间，所以到最后我就只好一直留在 Brisbane 了。
讲了这么多，我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塔斯马尼亚跟北领地哦。就像我一刚开始所说的，他们两个啊，一个太冷，然后一个太热，所以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去旅行就好了。如果你是真的很怕冷或很怕热的人，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真的不要去居住哦。不过，如果你喜欢慢步调的话，那可能这两个地方也会是蛮适合你的。以上就是今天我对于澳洲选择居住地的心得分享。所以，不管你是在计划要移民，或者来留学，或者来 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的话，记得都要把今天的讯息好好的记下来哦。如果你是对澳洲生活或极简生活有兴趣的话，都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更多相关的生活资讯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